我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一小时来宾，首先介绍是资深媒体人谢汉斌，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政大外交系教授吴宗翰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要首先带你来看到的是呢，在美国大选今天终于结束了。好，这个呢是在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了川普呢已经确定要重返白宫，而现在呢，川普他也告诉大家 ，American Great Again。我们来听他最新谈话。This was a movement like nobody's ever seen before, and frankly, this was, I believe, the greatest political movement of all time. There's never been anything like this in this country and maybe beyond. I want to thank the American people for the extraordinary honor of being elected your 47th president and your 45th president. And every citizen, I will fight for you, for your family, and your future. Every single day I will be fighting for you, and with every breath in my body. 好，带你来看到的是呢，现在他复仇成功，重新入主白宫。来，根据最新的 New York Times， 他所拿下的选举人票数是267张票 ，Harris 呢则是拿了224张票，状况真的不好，所以现在也传出了，Harris 可能今天不会出门了。川普现在呢也再次的创下纪录了，因为他成为了美国就任时年纪最大的总统。那在目前市场上是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其实从投票日5号的所有的这个盘后来看呢，基本上上去的乐观指数是还蛮猛的。美国道琼期货呢，现在已经涨了将近900点的，日股呢说也涨了有近1000点。好，可是贺锦丽的部分呢，则是说喜悦已经离场了，甚至有数百人已经先离开了现场。最新的战况是什么？是在7个摇摆州的部分呢，现在传出来是呢，包括了 Georgia， 然后包括 North Carolina， 还有包括了这个Verizon， 好，来这个呢是密西根州，现在呢也是传出呢是已经先拿下，还没有确定拿下来。好，可是问题是呢，在目前所有的这个摇摆州部分呢，基本上除了 VA 之外，通通它都是属于领先的状态。摇摆州过去呢，大家会觉得它比较有左右的可能性的原因，是因为里面有很多的是族群、多元族群，以及呢它里面的组成分子呢可能会比较不一样，所以呢就让它不是完全的蓝或者是完全的红。那现在这样子的一个场景呢，大家就想要讲了，说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大选是不是在这一次陷入的拉锯战，也让很多人可能在这次有赚到钱？各大赌盘呢，其实所有的数据在选前都是讲川普是完胜的，跟我们看到的这个出口民调啊，又或者是说最后的媒体所释放出来的讯息，说可能呢贺锦丽会赢大概1到2个百分点。好，这个呢是完全不一样，完全反方向。那这一次不是只有在选美国总统而已，其实包括了参议院这边的全面的众议院全面的改选，还有参议院这边呢，他们其实也确定已经变天了，甚至呢就连 Chuck Schumer 这边呢，都是一个比较为以前的多数党的领袖，民主党多数党领袖，这次都落选了，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民主党在这一次呢，真的是全面性的，好像完全守不住执政优势。共和党呢，现在是获得了51席，民主党呢只剩下42席。卫报的分析呢，只是说有可能共和党现在就会变成全面执政，3权齐握。如果说参议院是管人事，众议院是管预算，总统呢是来决定大方针的话，未来共和党有可能就会左右美国这个非常庞大的国家机器。就想要请教一下赖老师，您怎么样来看，在线下川普确定复仇成功了？整个美国其实不是共和党在掌控啊，是川普一个人在掌控啊，因为川普一个人就已经是决定了整个共和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局势跟这个整个局面啊，川普已经有这个民主独裁者的所有的基本要件全部都归给他了。我们看到在这一次里面的共和党，它基本上过去的这些党内的大佬失去了很大的一个作用，基本上都环绕在川普一个人的意志，川普就说了算。这个是在很早的时候大家就已经发现说，共和党在这一次已经变成是川普一个人的政党。
啊，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先确定的，就是川普一人党他支配了整个共和党，然后再透过这个党，然后我们看到他也支配了整个这个众议院、参议院，而且还不要忘了还有大法官，大法官6席啊，是啊，而且里面有多少人是川普任内的时候所指派的啊，所任命的，所以对于川普来说的话，你想想看，所有的权力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那由于美国的制度也很特殊，美国虽然我们看到有很多的部会，可是其实这些部会绝大部分除了联准会以外，绝大部分都环绕在总统的身上来去工作。这个是我们也都看得很清楚的，因为它并没有一个所谓的像我们台湾行政院啦，或者是像你说韩国还有一个总理啦有一个内阁等等的，他们没有，它就是一个全部总统制，权力最大。所以以川普的情况来看的话，那你想川普的想法、川普的理念、川普的意志，他透过他的整个行政系统透过他的这个国会系统、司法系统，他几乎都能够去执行的。我觉得在里面会有一个人会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马斯克。马斯克在最后的这3个月各位已经很明显的看到，不管《纽约时报》怎么骂他，说例如说《纽约时报》已经有一系列的文章在骂马斯克说这个硅谷就是矽谷。矽谷的科技的这些大佬像马斯克这样聪明的人，绝顶聪明的人，怎么会去支持川普这样的人格特质的人你看这种所有的难听的话全部都讲骗了那么也就是说，对马斯克这样的人，怎么会去支持川普呢？你只要有脑袋，你就不应该去支持川普。可是马斯克不管你《纽约时报》一个影响力蛮大的一个报纸怎么骂，他基本上不但是人帮这个川普造势，他钱更不吝啬了他目前一般估计，美国的《纽约时报》他们的估计说，马斯克其实拿出来可能超过1亿，很有可能是超过1亿。所以一个这么庞大的、这么大的一个金主，然后又全力的支持川普，然后也动用他所能掌控的 X 媒体也在支持川普，然后透过他的影响力都在支持川普的情形下，你看这次川普他在他的庄园的时候他的这些大佬的邀请中，马斯克就是座上宾，而且是最贵重、最重要、最尊贵的位置。这代表什么？代表马斯克相当有可能按照川普自己的承诺，会给马斯克很好的官位，因为马斯克他也有意愿要从政。好，那这样的一个跟川普会有共同语言的，因为两个人都是商人，就跟一般我们在传统的长期在政治这个打混的这些说不管是建制派或者非建制派，但是长期的这些政客来说的话，马斯克是另类的人，因为他是商人出身，川普也是商人出身，这2位做生意的人，他们的共同的理念、共同的话语是比一般他跟其他的政要来多的很多，而且他也比较能够去说服川普某一些他想做的事，说可不可以换一个别的方法，可不可以改变别的方式。那这样的情形下，你想想看，马斯克跟哪一个地方的或者哪一个关系最深最密，而且利益也最深，其实就是大陆嘛。好，也就是说马斯克跟大陆的关系如此的深，如此的密，而且马斯克对于中国大陆他是非常喜爱的，他的妈妈也非常喜欢大陆的，而且事实上是长期的都住在大陆。那在选前的时候，川普不管他怎么说，他要上来以后他要怎么对中国，要怎么对中国，可是我个人的推断我觉得马斯克会扮演一个润滑剂，他在这个部分里面，他会起一个调和润滑的一个作用。我个人的推断是，他要去劝说川普调整他的对中国大陆或者对台湾的政策，也就是两岸的政策的时候，我判断是川普比较可能可以听得进去。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会不会给两岸之间带来更稳定的和平？会不会给中美之间带来更少的摩擦？这个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一个方向。好，其实呢，我们在看到的是在这一次选举当中，当然了，除了大选很重要之外，众议院呢435个席次，在这一次呢是
全部改选了。那另一个部分呢，则是参议院今年34个席次改选。其实呢，本来参议院应该是民主党的殿下，长期以来在共和党它可能是众议院这边比较厉害一点点。好，可是这一次就发现全面倒，再加上请教一下吴老师，因为呢。目前看起来277张还没有开完，很有可能他有机会再继续往上走，甚至有人预测他可能会超过300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全面性的胜利了。到底问题在哪里？川普打选战非常厉害，他知道这一次的议题移民跟经济这打到点。经济上面这个我们讲了少数族裔就是非裔黑人跟拉丁裔他们对于这个经济的感受通膨非常有感所以造成他们这些。传统要支持民主党人没有去投或投不下去我分析给大家听。我们从 Bible Belt 这个圣经带的乔治亚来看，乔治亚2020年是拜登拿下但这一次他在几个郡的表现民主党非常的糟糕比方说在亚特兰大所在的这个富尔顿郡拜登那时候拿到72.57，很高的得票，因为民主党基本上是城市都是票仓啦，乡村都是共和党，他这次只拿到71.9，要少了1%多快1%。Granite 就是亚特兰大勇士队那个3A 球队那输的更多，拜登拿到58%那时候，他这是57.6DeKalb 旁边也是人口很大的郡本来是拜登拿到83%，那个全部都灌给拜登的，这一次贺锦丽拿到81.5%，所以整个乔治亚州就输掉这个2%多大概2%，平均2%多就翻过来了乔治亚州550万这一次翻盘。那我们再来看那宾州呢？宾州很重要，大家都会背宾州。19张票。宾州我就跟大家讲，费城郡过去拜登拿了81%的选票，这次贺锦丽只有78%。差很多。少了3%不见了，消失了。左边的匹兹堡呢，过去拿了59%，这一次他守得不错，匹兹堡还是维持59%。贺锦丽守得还不错，但是 Dauphin 我们讲了，在中间有一个叫哈里斯堡，他们的首府Dauphin。拜登之前拿到是53.4%，这是52.2%，也少了1%多。所以基本上民主党在那个宾州的大城市的得票全面的下降，拜登全面的上升，这也造成了宾州也翻盘。那蓝墙3州呢？这时候赖老师的预测很准，7个都是蓝墙3州，都是7个摇摆州都是川普。我是分析当时分析是2000年之后蓝墙3州都是一个人拿。对。民主党不是全拿，不然就是川普在2016年拿了3个。那这次我们看，除了宾州之外，密西根州，大家那时候一直会认为说他们的州长是非常强的其实3州州长都民主党，应该顾票顾稳才对。可是密西根州的州长这个 Whitmer， 你在做什么？一开始开票感觉很猛，后来全部又输掉，然后说哇，阿拉伯裔移民非常重要。密西根州合法大概550万选票，阿拉伯裔在里面大概。报纸也说50万阿拉伯移民，我去查了，没有那么多。美国的统计人数大概20到25万是阿拉伯裔，他们最主要是住在底特律市。底特律市那个是韦恩郡，叫 Wayne County。是 Wayne County 2020年拜登拿到多少？68.32，很高，对不对？这一次63.3，他少掉5%。这5%阿拉伯裔，完全投不下贺锦丽。是所以你说他每个州的。议题每个州都有每个州不想去投民主党，或者票吹不出来。所以我总回来再看一句，封关前民调美国民调到底准不准？我讲可以参考，但是很麻烦是他一直错估川普的情势川普在封关前民调大概有46.8，对，46.8的概念是什么？他比过去几年都强了。我前几天新闻也讲了，46.8是比2016年他的时候对克林顿都强。2020年对拜登的时候，他也都比那时候强，他没有理由输对不对？结果开出来，真的普选票这是超过50%呢，50%的普选票，狂拿7个摇摆州，参议院、众议院加上大法官全拿，全面红色执政这是一个对美国自由主义滥觞、对自由主义挑战最大的时候。那我们该怎么讲？那奥巴马时期造成的，是这样。其实呢，在2016年那个时候呢，他也是横扫了很多的这个摇摆州。可是你要知道，4年前那个时候，川普真的摇摆州选的有够烂，他只拿下一个北卡罗来纳州差不多就是今天贺锦丽的局面了啦。这次呢，其实请教彬哥，很多人讲一开始呢，大家还说要比政策结果换人之后，好像根本就什么也不用比了，比政策比烂都不用比，直接就是吹基本盘就对了。因为贺锦丽实际上他上来之后，你有听他讲什么政策吗？你没有。对不对？然后实际上你会看到很多在直接面对面问他政策的时候，
他都是避而不答，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他本人是蛮伤的。他就给人家一种拜归贺随那种感觉，就是拜登他就完全延续拜登的做法。那拜登过去这4年，其实让美国人其实已经越来越不满意。是，而且请大家回忆一下，2020年川普是怎么输的？如果当年不是有新冠肺炎的话，川普根本不会输。讲实在话，所以那个当时只是美国人因为新冠肺炎，大家遭受到苦难，把这个怒气发泄在川普身上。当时川普其实有骂过佛奇啊，如果你早2个月把那个疫苗直接让它上市，我就不会输了，就这么简单。所以那是当时的一个时事。那这一次回来，即使贺锦丽代替拜登出来之后，有一段蜜月期，可是后来就下降。后来你就会发觉贺锦丽的声势完全就拉抬不起来。那很奇妙的就是到最后倒数2天的时候，你突然之间发觉，连赌盘连这个各报的封关民调，突然之间都说贺锦丽会赢，大家不觉得很奇怪吗？回神了。我当时就觉得非常讶异，怎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因为那2天贺锦丽什么事也没干，对，为什么突然之间就会出现这样的状况？现在看起来比较像是什么？因为其实民主党掌握很多媒体，民主党在借这种事情来吹票。可是那个时候，你从另外一个地方可以看出一个端倪，就是有一些过去长期支持民主党的媒体，这一次选择不表态，所以我觉得那个大家就可以看出一些蛛丝马迹出来。那不管怎么样，川普就是当选，而且以出乎意料的差距当选。对啊，也就是本来很多人都预期说，可能跟上次一样，就是至少要拖个1-2天、2-3天之后才能看出大事。结果没想到今天就直接解决了，而且还不到1天的时间。贺锦丽一开始本来他取消今天晚上演讲，他本来意思是说嘛，他会奋战到底，他绝不言败。因为他可能想说会像上次拜登一样，我们再继续拖，可能到最后他们寄望于之前的就是邮寄的这些票啊，什么东西，看这些来会不会翻盘。结果我必须讲，这一次美国人真的改进很多。你看这次开票比上次快超多了，真的。上次很多都拖了好几天都开不出来，现在这次一下就开出来，所以美国人其实这4年也进步不少。讲实在话，至少开票进步不少，因为不会让大家再有那种悬念。因为其实你想想看，如果是一直像上次一样又呈现僵局，这个对美国来说是非常危险，因为双方的这个剑拔弩张氛围已经相当紧绷了。你要知道，之前不是有人做民调，美国将近70%人，69%的人会觉得对国家的未来非常忧虑，对选举结果非常忧虑。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出现这样一个让大家没有悬念的结果，我觉得对美国人也毕竟是一件好事。好，毕竟呢，在昨天投票之前，很多人这个商家是已经赶紧把铁门拉下来，很防止零元购，就担心会有任何的意外。那目前看起来呢，相对的没有悬念，应该就是川普当选。那大家就好好来讨论一下他的2次回归要怎么样来看待。原因是因为呢，现在他的2次回归有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状态？第一个就是美国的日用品飙涨。好，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全美的零售协会他们最新的一个报告讲了，川普如果他全面性的关税，也就是他选举的时候讲的那件事情真的成真的话，那很有可能转嫁成本是多少？年损率，你的购买力年损率会达到780亿美元，等于说啦，你不要为了买这些东西，你要花更多的钱。现在经济并不好，很多人甚至面临了裁员等等的危机。如果是这样的话，穆迪的这个分析首席师呢，他就直接问说：“你愿意吗？”而且呢，他一旦入主白宫之后，英国的经济学人讲了，亚洲国家，公蛋了哈，小心一点，你们都会是输家。原因是因为他如果当选的话，曾经提过了，所有进口美国的产品要加课10%到20%的关税，而另一个部分呢是中国的进口产品要增加60%的关税。同时呢，东协、印度、日本，不要以为你是同盟。是他好朋友就没有关系。现在呢，还有韩国、台湾第2大出口国，这一些呢，你都必须要小心。原因是因为未来你就要知道他有可能会对你出手。而最近呢，这个中国对东协6国的出口量呢是比较大的，所以呢，这个有没有可能他们反而受到的影响会比较小？不知道。但是贸易战这件事情必须先做好准备了。而其实呢，在中国的部分，农产品呢是不是早就已经变心了？原因是因为在前几年所谓的关税战其实是从川普的任期最后的时候就已经开启了嘛，所以呢，在
之前他们就已经做好了布局，包括了农产品呢不从美国进口了，转从巴西啊、阿根廷啊、乌克兰啊，或者是澳洲这边来购买，希望的是重组他们的供应链，降低对美国的依赖。至于中国到底关心的是什么？传出选前呢，他们就关心3个 T， 川普是其中一个，另外呢是台湾，还有关税。他们就讲啦，说川普有可能是什么？因为他变数真的太大。没人知道他会怎么想，他会怎么做，他自己也说他疯疯的嘛，对不对？可是呢，在选前他说了，如果说真的是台湾问题的话，你相信习近平会打给贺锦丽吗？啊，当然是打给我啊。所以是不是想要表达一件事情？第一，还一再的讲的，习近平尊重我，知道我很疯狂，所以我根本就不需要出兵对抗他们，因为他知道我小小，他可能呢也不敢太怎么样。而另一件事情是说，我跟他现在都是好朋友哦，这个是他以前讲的话。同时，他也常常称赞习近平，说他是一个出色的人啊，骂我们抢他的晶片生意，还叫我们要付给他保护费。那个时候呢，被枪击的时候，他也说他跟习近平交情很好，所以习近平有send 了一个慰问信给他，寄了一封慰问信给他，2个人相处融洽。好了，如果说中美真的这么好的话，那选完之后的中美呢，你也看到中方真的很在意，好特别呢。还有在中国这个网友们会把他称为川建国等等，他们对他当然不陌生啦，毕竟川普也曾经到中方访问过嘛，所以当他出来发表谈话的时候，马上冲到热搜的第1名，锁定陈胜局，赢得大选哦，这一些全部都是对岸的网友很在意的话题。那大家说了，中国会不会向他致电贺礼呢？致贺电呢？好，中方外交部长讲，按惯例处理，好像没有什么情绪上面的起伏哈。但香港媒体讲了，不论谁当选，反正美国现在都是在遏制中方啦，这个方针不会改变，所以其他的其实也不用想太多。要请教赖老师，如果是这样的话，什么都不会改变，但其实呢，是不是某些层面上头，大家已经知道安全带要系好，皮带要勒紧了？我觉得大陆对美国的选举没有媒体所分析的他们那么焦虑，或是那么的在乎了。我觉得他们关心有，但是没有那么在乎。老百姓的程度也是差不多如此啊。那当然，他们也想要知道结果，但是我们看到在大陆的媒体中，对于这一次美国的选举的报道并不多啊。然后他们在官方的媒体里面，他们的版面也不大。位置也不显著啊！我觉得这些基本的特色都显示出大陆认为说这次你美国的选举不管谁当选，那大陆基本上来讲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该怎么应对就怎么应对。为什么呢？因为他跟川普的交手也4年了，所以已经很有经验了。首先谈一下您提到的有关于川普说他要对中国大陆再课60%的税，做不到，他不可能，因为这个道理很简单。你不买中国的产品，你没有替代品。过去你课20%、课25%的税，他说有一部分就移到越南去生产，移到印度去生产。可是您看到的结果是如何？结果是90%，它没有移出去啊。那90%没有移出去是美国的消费者吸收了，所以这个也就按照耶伦自己的研究跟评估说带动了美国的整个通货膨胀1.5%左右。这是耶伦自己的研究报告，说因为川普的税把美国的物价提高到1.5%，那就是代表你无可取代嘛。那其他的10%移到越南去，那么有的移到印度，可是问题是后来拜登就把越南的最惠国关税的就取消了。是。那我们看到太阳能板现在又从越南移到了老挝，移到了印尼去了。所以目前来讲，厂商是可以移动的啊。我个人认为，川普在选前说我要对中国课60%的税，我认为做不到，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你没有替代品，你就是必须要向大陆进口这些医疗用品嘛，你打针，你的所有的东西你就是要跟它进口，不然你没有办法。那基本上他对欧洲，我个人认为他会课10%到20%的税，这个会对于欧盟来说，它会造成它的 GDP 的成长往下降1.3%左右，对，欧盟的焦虑是很严重的。好，那我们再问，为什么川普一直把税讲在嘴巴里面？其实他把税当成一个工具，他的目的在哪里？目的是你要减少、缩短对我的贸易逆差。
这是你必须要做的事。也就是说，你不能够一直是我美国人向你买东西，你必须要向我美国人买东西。那我为什么会说欧洲人会比较焦虑？因为欧洲人不需要向美国人买农产品，他们自己就有。可是大陆可以买，大陆可以大量的转单，就是离开澳大利亚，离开这个巴西，向美国买玉米、大豆，甚至牛肉。而且呢，石油、天然气这个部分里面，中国大陆是可以下大订单的。我个人认为，川普是把关税当成一个工具，然后目的是在缩短它的贸易逆差。如果说大陆愿意向美国每一年，就是你在你任内4年，我每一年保证给你买多少东西的话，来缩短贸易逆差，我觉得对于川普来讲，或许他会觉得这是一笔可以的交易。那这样的情形下，他就可以跟他的选民说：“你看，我高举关税，我就拿到大笔的订单，而我这个订单并不是就1年的一次性的，我是至少4年或者5年的。那只要我们共和党在，我就一直有这个订单，缩短贸易逆差，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我觉得川普可以来吹嘘了。因此，我个人觉得可能不会有大家想象那样的一个焦虑跟紧张。那当然，欧洲确实是焦虑紧张，因为欧洲不可能从美国这边买这些农产品嘛。欧洲怎么可能？那欧洲如果要从美国这边买石油、天然气，他为什么不从中东地区买？中东地区走地中海就到了，缩短这么短的航程，它的价格就比较好。如果要从美国运的话，价格就比较高。那你想想看，对于欧洲的经济并不理想的情形下，它如何能够平衡跟美国的贸易逆差？我觉得对欧洲来讲，它会比较苦恼。台湾在这个部分里面有2件事要想清楚。民进党当局要对我们负责任哦。第一个就是你如何缩短跟美国人的贸易逆差，是你必须要对我们负责任。第二个就是川普一定会要求你增加国防预算，再跟他多买军备。但是他不会把好的军备卖给你。这个时候，你民进党有没有勇气跟川普说不？到目前为止，我们看不出来。目前为止，我们看起来，民进党当局看起来比较像什么呢？像小媳妇一样。因为川普说，你台湾的国防预算要增加到 GDP 的10%，750亿美元每一年。赖清德，你说美国人是你的爸爸。美国人说的话你都必须要听，那你听还是不听？你听了，我们就给你造反。好，其实呢，川普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商人嘛。那过往呢，刚刚赖老师他所讲的说，那是不是一个换一个？其实，在上一任的时候就有发生过了。他叫中方这边要买他的大豆嘛，要一年要买多少钱嘛？他说呢，如果你一年给我买这些的话，那我讲的那些关税，也许我们可以来讨论。那现在这样的戏码又会再次重演了，请教一下吴老师，您怎么分析？川普我们这种叫交易型人格哈，而且他是说到做到，对，而且他非常的重视自己跟不听别人的意见，他有听啊，他听莱特海泽哈，莱特海泽在川普任内他是贸易谈判代表，那莱特海泽我们知道他所谓的关税大师，而且他是主张这所谓美国保护主义学派，认为就是美国你不要去关心其他人，你要保护自己，你要怎么样让美国的就业机会增加，怎么样让这个你的中西部，特别是铁锈带那些老百姓有更多的工作机会，要把他们生活带起来。为什么要讲中西部？那个川普的副手 J.D. Vance 来自于这个肯塔基州一个非常很穷的地方，这是阿帕拉契山，他们叫做 Hillbilly，就是乡巴佬。我们南方叫 Redneck 红脖子，在那个地方叫山区人，叫乡巴佬。他们穷到怎么样子呢？那个 J.D. Vance 在回忆录里面，就那本叫《乡巴佬悲歌》里面就写了，他说我小时候邻居目睹我9个月大的时候，我妈妈在我奶瓶里面灌什么 Mountain Dew，Mountain Dew 各位观众朋友你应该喝过，它是汽水，所以呢，他说没有钱买牛奶，都给你喝汽水，所以他们那个小朋友的蛀牙率非常的高，所以 J.D. Vance 就说，在我们这些中西部或铁锈带或者是所谓阿帕拉契山脉人很穷，而且没有阶级翻转，他说他很幸运，他从军之后。他可以去念耶鲁法学院，但他的亲戚、他邻居每个都是穷得要死。他说：“我们为什么美国人要遭受这样？而且是2009年哦，不是20-30年前哦。J.D. Vance 很年轻哦。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是这样子，那个中西部的问题是非常大的，这是完全翻转出来了。所以莱特海泽就说：我们要照顾中西部的人啊，
关税很重要，所以他就建议啊，让中国拿走订单是可耻的，错误的贸易政策只会让美国的中间人更惨，制造业更薄弱，所以美国只要专心于自己的国家利益，不要管其他人。他就跟川普讲，你就要用关税，好，所以川普在这次选举的时候说，我们要科各个国家的关税，我们要科中国60%的关税，你的电动车很强，我就科你的关税，科你100%的电动车关税。这就是莱特海泽的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我觉得川普当选之后，现在当选之后，莱特海泽会再回来，给他很多贸易上的政策哈。台海安全上面哈，常常我们在辩论什么战略模糊、战略清晰。那时候大家拜登讲了5次，大家说哇，战略清晰到不可以了。我在开很多会议的时候，大家说哇，清晰到不可以了。对不起，川普回来一样模糊。他讲了嘛，我不会为了台湾问题，我不会去陷入这个战争的泥淖。要打仗，我一通电话就解决了。川普这种人，他是商人，商人重视什么？他不重视什么意识啊，不重视，他重视个人关系。所以他说，我跟那几个这个专制领导人我都很熟啊，打个通电话我就解决了。我们不要再这样子哈。所以未来台湾跟美国的台美关系之间哈，刚才赖老师讲的军事贸易方面，我们要很多对接，要很快的去应付这个川普的这个非常跳来跳去。有人说无厘头了，有人说不按牌理出牌了，但是我要讲的是，川普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跟为了他共和党的利益而做出任何的方针，我们要立刻去因应啊。坦白来讲，我再讲最后一个，川普时代对台湾的政策，其实他有点消化不良，这是波顿在回忆录讲的。他说川普对台湾极其消化不良。请教一下彬哥怎么看？我觉得这个经济学人会不会太乐观？他说所有亚洲国家都是输家，难道欧洲国家会是赢家？你还不是一样要输？你以为川普只对亚洲增加关税，他对欧洲一样要增加关税啊？他已经竞选的时候就讲明了，我要逼你们欧洲人要买我们美国的东西啊，因为你们买我东西买太少。实际上，川普认为全世界都欠他的，基本上他的想法就是这样：你们所有人都要买我的东西，可是我们不见得一定要买你们的东西。他的想法就是这样。可是我觉得，川普很多东西他说到未必做得到。比如说，他第一任的时候，当时他夸下海口，要跟日本要80亿美元的军费，每年哦，要日本给驻日美军80亿美元的经费。结果一直吵到什么时候这个军费才开始增加？你知道，2021年拜登都已经上任，然后增加多少？每年大概增加1亿美金左右。所以实际上，川普也并没有很急着去 push 日本去达到这个事情。所以虽然他很多东西讲得很夸张，我看前几天他在竞选访谈的时候，直接讲说我要跟他们争100%、200%、甚至2000%的关税，讲的跟真的一样。但是他不会这样去做了，他也没那么呆啦。他毕竟是商人，他还是会去计算。那实际上呢，我想川普自己心里头应该很清楚，他发起了美中贸易战，结果美中贸易战在他任内打了这2-3年之后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中美之间依存度反而变高，尤其是中国大陆对美国的贸易逆差反而更多，所以这个对川普来讲是一个警讯啊，也就是他至少他过去美国贸易战的中美贸易战的方式，显然对美国不见得是有好处的，反而是恐怕是让美国更加依赖中国大陆，所以他接下来一定会转变。但他转变的策略是什么呢？我觉得他这一次更去强调他跟普丁跟习近平之间的友谊。是，我觉得他这次想要用他私人的方式去扭转这些东西，而不是用国家对国家的方式。我觉得他更倾向于用这种方式。实际上，大家记不记得当年他就是用私人的方式去跟金正恩、布尔诺啊？对，就是用这种方式2次哦。对我觉得他可能认为我在私人的这种交际手腕反而比用那种公开场合那种更厉害。我认为他会从这种方面去着手。好，不过呢，现在当川普胜选的时候，我有看到一个梗图啦，就是说，你如果说有在跟朋友呢在赌注啊，说谁会赢的话，你有他难过吗？那个图是谁？是泽伦斯基。好，为什么？因为现在呢，当胜选。讲到贺锦丽胜选需要奇迹的时候，当川普出来已经正式讲说他重返白宫的时候，那就要讲了。其实泽伦斯基也有去找过他啊，两个人呢是不是也曾经有谈过什么样的计划？泽伦斯基这边的讲法是说，9月呢跟川普见面的时候，曾经讨论过乌克兰还有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跟取胜的方法。好，可是呢，
川普也曾经讲过，其实你根本就不应该让俄乌战争发生。而当时呢，他也说了自己跟普京关系非常好。目前俄乌战在前线的部分其实打得正热，而且非常的激烈，甚至呢部队还直接向民用的基础设施发射了这个导引式的滑翔炸弹。那也等于说啦，像这样子的一个设备都已经对于民用的基础设施来出手的话，是不是表示已经达到了最后了？因为呢，在乌克兰的南部这边呢，也有发现了基础设施，不但是被轰炸之后呢，也造成了6死9伤。那冬季如果开始要发动进攻的话，希望战事能够稍稍的再停一些，毕竟在冬季可能打仗、可能下雪，都会影响到战事的进行。好，赶在战事之前，现在北韩军已经先进到了战场里面。乌克兰方面证实已经开始交火了，泽连斯基则说，其实这开启了不稳定的新页，甚至呢，还有乌克兰的国防部长出来讲说，在第一次双方交火的时候，北韩军惨被他们首波炮击。他说呢，这里面两边都有伤亡，但死者包含了10名的北韩士兵，而且呢状况真的是很不好。G7 的盟友也警告了，说希望北韩赶紧回家吧，希望俄罗斯不要在乌克兰使用北韩军队。最主要原因也是因为他们很担心会不会有任何的核子技术或者是弹道飞弹、潜舰等等的技术被因为交易的关系转给朝鲜了。这个是在俄乌战局的部分，当时川普曾经说24小时之内会让它停火，现在有可能做到吗？另一个战事，中东战争。好，中东战争呢，现在就在选举这一天，以色列总理纳塔尼亚胡宣布开除了他的国防部长，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在管理上失去了信心。那是表示会派一个更阴的过来吗？因为现在呢，任命外长来接替防长，那外长的职务呢，就由其他人来接。基本上啦，有数千名的抗议者是非常抗议这件事情的，因为呢，这个更鹰派的往前冲，是不是就表示说呢，这样子的一个安排会让前线的战事再下一城？所以传出当时有数千名的抗议者聚集在主要的高速公路，甚至聚集在纳塔尼亚胡的住所之前抗议这样子的一个人事更动。美选现在牵动中东情势是确定的，因为确实造成了穆斯林转向投票，或者干脆不投票，那影响了最后的结果。加上短期的停火呢，也破局了。大家都说选完再说，现在确定选完了，而且呢，犹太裔的富豪在选前其实也曾经倒戈，就说了川普会对以色列更好。目前看起来有可能会让绿灯让他走前吗？但也有人讲，不管是谁赢啦，巴勒斯坦人说都是魔鬼跟撒旦之间的选择。对我们来看，感觉我们都是死。他们比较希望说，川普也许啦可以速战速决一些。其实呢，在选前一天，包括了川普，包括贺锦丽，他们纷纷释出对于阿裔，也就是阿拉伯裔呢一些友善的说话，包括了贺锦丽选前也讲啦，如果他上任之后，他就会赶紧来结束加沙这边的战争。那同时呢，密西根选前也赶紧去拜访了密西根州这边的阿拉伯裔美国人的聚集地，要的都是说希望把这场战事，把这一些人心中对于家乡的那个忧虑能够转化成选票。目前是选完了，请教赖老师，选完归选完，大家都一直在讲，没选完之后，我们再来看这2场战事，现在确定当选了，您怎么看？川普任内确实是4年没有发生战争对，他是一个美国少数总统不喜欢战争而且呢是有力的在阻止战争的一位总统，这是很特殊的民主党的奥巴马一上任的时候就发动的更强烈的对于阿富汗的攻击，然后也造成了美军大量的伤亡。那时候奥巴马刚拿到那个诺贝尔奖和平奖，因为他在选前的时候一直主张说他要停止战争，结果呢，他拿到诺贝尔奖当选总统的时候，他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战争，他自己不敢去领奖所以被大家诟病。那后来我们看到他带来的后遗症实在是太大了。我个人的推断是这样，因为川普他在选前的时候，他有说他有跟内塔尼亚胡有交谈过，他讲得很明白，我上任前这个战争必须要停止，那指的就是以色列，你必须要在我就任前要停止这场战争。明年1月20号。对，那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把这个战争结束了。那这个就会有2种状况，
那一种状况就是这个以色列疯狂的发动对于这个哈马斯对于加沙地区的更猛烈的攻击，以及对于这个黎巴嫩南部的更猛烈的攻击，这是一种状况。那第二种状况就是他一看川普的决心意志很强的话，那如果说今天川普能够有效的使这个内塔尼亚胡跟这个哈马斯，就是跟巴勒斯坦他们达成停战的一个协议，如果他们能够成功的达成这个停战的协议，那这个功劳就归川普川普的国际地位，还有川普在穆斯林的影响力一定会上升。他可能也领诺贝尔奖了。对，因为这个战争不是他发动的，是，而且他是阻止了这场战争，那这个功劳是算他。同样的道理，他如果也阻止了这个俄乌战争的话，那他不可能要普丁退兵，但是他很有可能会给泽连斯基更大的压力，因为他从头至尾都是反对支援泽连斯基的乌克兰的。那如果说今天这个被压迫下，乌克兰果然最后就是割地求和了，就是以现有的土地作为停战的边界，然后再往外扩充几十公里作为缓冲区，然后来获得普丁他的首肯，说停止战争，然后朝鲜的部队从这个俄国撤回这个亚洲撤回自己的国家来，那这个就解除了欧洲的隐患，因为欧洲现在最担忧的就是俄国跟朝鲜已经是国与国之间联合的一个战争，那这样的话已经正式的亚洲部队进入到欧洲，介入欧洲的战争了。所以对欧洲人来讲的话，他们的内心的忧虑是很高的，特别是朝鲜有130万的军人的情形下，他们的这种内在的隐忧是很强。而如果川普能够有效的也就达成了这个事情，在他就任前或是就任后前1年就完成了这笔交易，那功劳还是属于这个川普。我觉得这个对川普来说的话，他的地位会拉高。可是最可怜的是谁？乌克兰人。也就是说，乌克兰人结果莫名其妙的打了一场战争，莫名其妙的死了这么多的人，莫名其妙的生灵涂炭，国家这个整个民生凋敝，然后莫名其妙的在最富裕的这么广大的地区，就是乌东这个广大的地区，因为那个地方是最工业化的，国民水平最高的大学城集中地，科技发展最好的、最富裕的这个地区，结果有一大半落入俄罗斯人之手。我觉得这个是最荒谬的事情，而它发生在现在乌克兰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知道政治人物一念之间就把一个国家害了。台湾其实也要当心，是一念之间不要把台湾的前途都葬送了。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等等回来继续来讲的是川普现在确定当选了。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对于这2场战事会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等等回来说。好，要来看到的是呢，在这一次选举已经选完了，但是2场战事还在进行当中，就想要请教一下吴老师，川普选前一直说他有办法，现在办法在哪？是这样，其实中东的选情战争这种外面的事情，一定会内反到选情了哈。那贺锦丽他一直想要在中东问题上采2面手法，一方面又要照顾到阿拉伯裔的这个或者是这个中东的这个主义，一方面又要支持以色列，你很难啦。坦白来讲，你这个在他的战争的这个整体的走向他一开始他代替拜登的时候，就有人说他想要采取一个叫拜登为中立的做法。对，选举结果出来，选民不买账，为什么？我还是要回到今天开票的结果我刚才讲到阿拉伯裔大概20多万、30万是，它是如果你是占人口比例，密西根州是最高，阿拉伯裔人口最多是在加州，但是占人口比例最高是在密西根，大概是2%到2.1%左右，反映到这次密西根整体的情势。其实密西根我们讲它除了州长是民主党之外，它的州众议院跟它2个议院都是民主党全面执政，民主党在密西根是全面执政的。那你民主党选到
输了快5%哦。好，他选出来是4点多%，快输了快5%。在蓝墙3州里面，密西根虽然选得很差呢，为什么？那就是那个2%多的阿拉伯裔的没有出来，或者是他根本没有不想投贺锦丽。好，为什么？我们来看在选前的民调最有趣的是，基本上选前民调你用 RCP Real Clear Politics 我们看出来，基本上都会偏川普了但是密西根州是什么？是说贺锦丽0.5%。我看了就是所有的 RCP 就算是比较偏共和党都写川普领先。密西根州的民调是贺锦丽0.5%，问题你开出来输了4点多%。对，出在哪里？出在阿拉伯裔，我根本不想讲，就算我不想投，我不想讲，我不想投贺锦丽，我也不跟你讲。可是他真的出来的时候，他跑去投川普。所以这一点我觉得阿拉伯裔族群特别在密西根州，在底特律市底特律市那个叫韦恩 County， 他们那边很多的阿拉伯裔，而且是黎巴嫩那边主要是黎巴嫩后裔跟新移民跟旧移民都在底特律那边，我觉得造成这次选举有很大的影响。那川普他说他可以解决，我们就来看说，其实川普对于这个以色列，他也是他跟纳坦文是好朋友啦。那他怎么样去处理中东问题？我觉得这也是相当棘手，因为美国在中东过去这几十年来他有犯了一些战略错误，坦白来讲那这个战略错误造成今天不可能很难收拾，而且战事不断的扩大。你说哈马斯进来，黎巴嫩进来，接下来也门也在那边蠢蠢欲动。那到底川普有什么方法？因为川普执政的时候，他是带着以色列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他跟以色列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尤其在这个华尔街有许多金融巨子也是支持川普。那川普要拿出一个政策牛肉来降低中东冲突，我觉得他的国安顾问跟这个接下来的外交团队要非常的努力。好，等等回来要请彬哥帮我们总结，先进广告。节目最后要请彬哥帮我们总结。其实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川普在竞选的时候一直强调的是什么？他马上就可以结束乌克兰战争，而且不是在他上任之后才解决啊。他说他当选之后就可以解决了。对，所以就表示他如果要去做这件事的话，他现在差不多就要开始动。是啊，对啊，因为对他来讲，其实现在去做是最有利。为什么？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他是下一任美国总统，可是呢，他又不是真的美国总统。现在真的美国总统还是拜登。那所以最近这一阵子呢，如果出了什么事，都是拜登的事。那如果有什么功劳，大家会算在川普头上，这对他来讲是一个最佳时机。那其实大家也都看到这个时机，普丁为什么最近俄军在发动攻势？他就是想要在拜登上台之前，我先拿下一堆东西出来，让我在谈判上面增加我更有利的地位。因为川普毕竟表面上跟他算是朋友嘛，那等到川普上台的时候，我再卖个面子给你，这样子是不是我又争取了川普的友谊，然后我又实际上拿到利益？纳坦雅胡的想法其实也差不多。纳坦雅胡为什么要把他国防部长换掉？我觉得他嫌他太慢。因为他现在要的是更快的速度取得更好的战果，让以色列处于更有利的地位。